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母后啊，今日突然这么说，是觉得他现在可以代替我，成为新的傀儡了。你疯了吧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对他产生什么父子之情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还在琢磨李云熙的法子？但我觉得他讲的挺清楚的呀。法子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我担心的是，能不能顺利实行啊？怎么说？你看啊，我原来做责编的时候，一个项目能不能顺利启动，得满足好几拨人的需求。制片人要省钱，编剧要署名，导演要艺术创作，平台要收视率，各方立场不同，诉求不同，只有都满足了，这项目才能进行得下去。你接着说。所以同理啊，要想推广烟薯的种植，也得同时满足好几拨人的需求。你的意思是，太后要权，所以政令不能由我来下。户部没钱，所以银钱要从别处拿。端王跟我对着干，所以不能让我得了好。可以啊，蛋总，一点就通了。年了，一直没能寻到一块合适的地方。如今太后生辰将近，青天剑能寻得背山这块风水宝地，朕心甚慰。户部啊，银钱够吗？这个，陛下能告诉微臣这是为什么吗？是臣做错了什么吗？是朕眼睛花了，还是见鬼了？你不是已经……陛下，原户部尚书是微臣的胞兄。哦，看来户部尚书一职是被爱卿家包了呀。不，陛下，可不是包啊，是我老臣家都愿意为了大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啊，陛下。莫慌，朕不搞连坐，只要你把修建太后陵寝的钱筹备好，朕还要赏你。陛下恕罪，容臣禀报。讲。陵寝工程浩大，可眼下国库吃紧，除非什么？增税。户部提出今年继续增税，众爱卿怎么看？既然都没想好，那就留在这儿，商量出个结果再退朝吧。陛下，草民一家已经是艰难度日了，如今又要增税，怕是连老父老母都活不下去了。
这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。干嘛？气氛现在正好，站起来干嘛？是啊，皇上不能再加税了。皇上不能再加税了。竟有此事！还不把户部尚书给这抓过来！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户部尚书陈大年带到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户部为何又要增税啊？这不是陛下您要为太后修？是微臣想着陛下要为太后修建陵寝，不得马虎，但钱款又不够，故而没有钱，没有钱便可拿我们的命去抵吗？既如此，那草民一家只有割去了这脑袋，以这一碗热血供养圣人了。君依于国，国依于民，这么浅显一个道理，你堂堂一个户部尚书，居然不懂。朕倒要问问，修建陵寝所用，为何不从国库中支取？这微臣糊涂，微臣糊涂。带朕去国库。陛下，国库不能去啊！朕今日必须给我大夏百姓一个交代。不解释啊！这都是前户部尚书遗留下来的问题啊！陛下，微臣我确实也是刚刚才升任的，陛下。陛下，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大声点！是右军游将军急奏，说是军粮发霉了。他们威胁朕，说军粮再不加量的话，将难以守卫边疆。连朕的军队都敢威胁朕，陵寝要修建，军粮要加量，但国库是空的呀，空的呀！空的。你说这江山是不是该改姓了呀？陛下，这干嘛死？问题还没解决呢，你就想死啊？那我不死。这样，若能重印国库的话，朕给你留个权势；若不行，你们全家老小都去陪你的好兄长。不行啊，陛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！这怎么办？王爷这招妙啊，在这节骨眼上让尤将军声称这军粮发霉，陛下雷霆震怒，眼下这户部已经乱作一团了。你们觉得饥民拦驾是意外吗？
是陛下。陛下计划好了，要拿户部开刀。他之前就借封病为由，斩过前任户部尚书。遗憾的是，未能动摇户部的根基。眼下情况又不同了，军情、民情，关乎江山社稷，这户部可是无可推脱。眼下他们还揽着修建陵寝的差事，这窟窿要是堵不上，无异于自掘坟墓啊！可陛下偏偏选这个时候对户部下手，看来我们这个皇上走的这步棋，他还是动过心思的，不过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光是走好眼下这一步还不够啊！更重要的是，那陈达年扛不住压力之后，这户部尚书之位，就空出来了。届时咱们的人就可以补上这个空缺。恭喜王爷，往后这财权兵权在握，便不再受人掣肘了。可是，如果太后那边要保护户部，愿意拿出修建陵寝的钱财来补贴粮饷，那这……如若你们是太后，这手中把玩了10几年的傀儡，他一朝有了意识，你们是会委曲求全，缓做打算，还是硬碰硬，绝不后退半步？咱们成功了。我们免费发放运输种子，大家都可以来，免费领取了。大家种的越多，你们明年抵的税就越多。我们免费发放烟薯种子。来，此次开中法得以顺利进行，先进我们的功臣王昭和尔兰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词儿都是李兄写的，我就是照着演。没错，开中法也是李兄之计，我不过代为行止。李爱卿这碗酒在朕这儿。来，诸位请坐。想来国库这么一闹，那户部变成了陛下案板上的鱼肉，端王又岂会错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？等到太后一党被端王和陛下双重施压，此时将开中法带到他们面前，无异于户部的救命稻草。他们都以为是自己主动而为，谁能想到，我们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目的，就毫不起眼的夹在这一份清单中。等到商人们依靠开中法获利，为了省下运粮成本，他们必将直接雇佣人去边境开荒，而靠近燕国的西北处环境恶劣，只有鼹鼠能成活，自然也就成了种植首选。只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将来大夏是要靠这些救命的鼹鼠挺过旱灾。岑大人怎么还没来？我去找他。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，好看的娘娘舞蹈送来甜甜的唱出了民生之多艰呢。娘娘那是把往后的好日子唱出了盼头。后，我把所有岑景天老老实实种田的片段全都跳过去了。
可我到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现，他才是那个真正救万民于水火的人。能有这样的一生，的确不算虚度了吧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也在救万民于水火。我能帮大夏挺过旱灾，客观来说，你应该名垂青史才对。好，我也不想虚度此生。按照原文，端王用最大的代价当上了皇位，那我就要用最小的代价挫败他。好，预防旱灾只是第一步，未来他还要和燕国开战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咱们战都别让他战。好，我记得一些燕国的设定，这一仗不是非打不可，所以咱们外交吧，和平谈判。好。你是不是在笑？没有，明明就在笑。我只是一想到所做的一切都在一本书里，就觉得挺荒诞的。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哎，就像甘州梦蝶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外面的那个真实世界不是另外一本书？确实不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是真实存在的呢？哎呀，懒得纠结那么多了。就算知道自己注定是死亡结局，我也想在死之前多做一些伤。好，你干嘛一直说好？那我就说，舍命陪君子。陛下，怎么了？禀告陛下，我们发现有人鬼鬼祟祟在林中窥探，虽只一人，但武功高强。北周大人已前去对付他了，让我等先行护送陛下和娘娘回宫。只派了一个刺客，这不像端王的做法。留活口，让北周生擒他，再审讯。北周大人尚未与他分出胜负。什么？我皇儿流连于后宫，又要忙于大夏政事，现在还要操心别国事务，你的分内之事真的太多了。哀家是心疼皇儿。陛下选旨被删，乃是独具慧眼。太后福泽深厚，更是相得益彰。这般母慈子孝，乃是我大夏万民之福气。只要有我皇儿在，当然是我大夏万民之福气。只是皇儿长大了，这主意呀，也是太正了。母后呢，是3分欢喜，7分担忧啊。母后何出此言？你可记得山一舞姬，就是那个刺杀你的？哦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只是母后没有想明白，这事儿不是让你已经有了教训吗？怎么这几天的所作所为有点重蹈覆辙之意呢？这山医本来是派过来献武的武姬，缘何会留下来，成为朕的妾？又因何
会在明知道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以命行刺。别人不知道，母后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此言何意？儿臣的意思是，止战和谈，对大夏的子民都有利，为何母后就是不愿呢？这燕国呀，地处荒蛮之地，他们嗜杀如命，恶习难除。千秋宴上，你们也看见了，他们虎视眈眈，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皇儿，你不会没看明白吧？儿臣多谢母后关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呀？母后啊，今日突然这么说，是觉得他现在可以代替我，成为新的傀儡了。你疯了吧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对他产生什么父子之情吧？你什么意思？青天剑何在？臣在。这附近的夏宫、神道、碑亭，都去勘察一下风水，瞧仔细了，不能有任何纰漏。臣遵旨。可拦到什么消息没有？回姑姑的话，我等奉命在此看守多时，未见城中有急信传。都这个时辰了，穆大人应该有所行动才是，怎么会没动静？朕当然也是。朕年少时曾以为，只要放手一搏，就能逃脱他们的控制。到后来慢慢发现，我下的每一个决定，做的每一次反抗，都如了他们的意。朕是傀儡，是靶子，也是剑。
正是他们手中杀人的刀。唯独不能做一个人。他讲的是袁文丽那个下狗蛋的经历吗？其实我们很像，但朕不甘心，不甘心装作一无所觉，不甘心浑浑噩噩地迎接宿命，还要自欺欺人，美其名曰别无选择。你甘心吗？你甘心吗？退下！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乱了阵脚，不顾全大局，我如何放心将大燕交到你手中？你还如何能称王？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不配做燕国的王！混账！来人，来！传我命令，就说王子他疯了。从即日起，不可踏出大营半步。如果再不振作，不给他慢旨。是。